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4季前情提要。巴士12人只剩核弹人伯曼，拉尔夫也没能幸免于难。迪沃最终的目的是利用5个卫星向整个地球注入暗物质，让所有人的大脑变成一张白纸，自己统一整个世界。正是因为这个极端的想法，妻子玛丽兹选择了离开迪沃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迪沃已经凑齐了5颗卫星，可他迟迟没有发射。白瑞决定在他实施计划前把卫星全部打下来。威尔斯的智商开始下线，大脑开始快速退化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帮不上忙了，现在必须请出平行宇宙的威尔斯们。威尔斯自负的优良传统遍布平行宇宙，家伙一听威尔斯智商下线了，毫不犹豫地把他踢出了智囊团。现在必须组建新的智囊团 2.0， 一同被踢出组队的还有 H 尔斯。然而他毫不在意，新成员包括了地球24的西哈威尔斯桑尼以及地球25的 HP， 他们的才华比不上之前的团队，但个个的脑子里都是歪点子。从商讨计划到探讨人生，他们从一个刁钻的角度开始思考迪沃的下一步计划。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迪沃，进入了冥想状态。暴躁老哥威尔斯心里祝福了他们8辈祖宗。会议开到一半，威尔斯们就提前退场了，气到威尔斯想杀人。另一边的凯瑟琳想到了摧毁卫星的办法，他们需要的不是某个武器，而是某个人。艾米奈特能够控制特殊金属，迪沃的11种能力对抗不了艾米奈特。想让一个黑市巨头兼变种人贩子帮忙，大伙根本不同意，何况艾米奈特凭什么会帮他们？凯瑟琳曾经领教过艾米奈特善良的一面，她决定去嘴遁说服他，但地下的领头羊早就换人了，艾米奈特失踪了，马仔成了龙头老大，找不到艾米奈特的白瑞只能折返回实验室。凯瑟琳记得艾米奈特曾经是空姐。希斯科调出了几年前的空乘名单，根据艾米奈特的曾用名，大伙展开了搜查。凯瑟琳和乔来到了艾米奈特曾经的工作旧址，在一家非法赌场里找到了在线发牌员艾米奈特。白瑞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艾米奈特以为来者不善，掏出铁拳就要拼命，白瑞一个走位就躲开了铁片。说出所有的来龙去脉后，艾米奈特来到了实验室，想要他帮忙也不是不行，但他的武器们都被偷走了，得先让白瑞帮他把铁片抢回来。即使凯瑟琳找艾米奈特帮忙，还有其他私心，艾米奈特能够通过黑市里的转基因结合器把冰霜杀手找回来。艾米奈特却告诉他，这个东西从来就没有效果，冰霜杀手并不是你的超能力。当晚，艾米奈特带着白瑞溜进了自己的储藏室，然而里面早就被洗劫一空，留下的只有马仔的 DNA。 一直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居然就是艾米奈特的2把手，自家后院着了火，艾米奈特立马动了杀心。隔壁的威尔斯也不好过，被自己的同僚气得头疼。大脑衰退后的威尔斯也没有了以往核弹般的脾气，整个人都变得憨厚了。和希斯科的聊天中，威尔斯发现自己错了，他应该换一种方式考虑事情。之前说过，艾瑞斯开通了自己的博客，他现在准备把迪沃干的所有坏事公布于众，只有键盘侠才能强过闪电侠。同一时间，艾米奈特知道了马仔的藏身地，他们拥有一个隐秘的交易地点，警方都没听说过的地方。这会儿马仔正准备把成吨的铁片卖给卖家，刚刚交易完就被白瑞打了个先手。艾米奈特刚下杀手就被白瑞拦了下来，马仔趁机伸出了眼眶里的触手，白瑞躲过了攻击，却没能躲过触手喷出的毒素。白瑞痛苦地倒在了地上，艾米奈特再次出了杀招，马仔早就有准备，一个强力吸尘器吸走了所有铁片，艾米奈特瞬间变成手无寸铁的老百姓。白瑞立刻开始光速抽搐，发挥毒素。另一边，凯瑟琳和乔截停了买家，不依靠冰霜杀手，凯瑟琳也秀出了自己的风采。打开后备箱，成吨的铁片瞬间飞向了艾米奈特，马仔被铐上了铁皮面具。艾米奈特第3次准备下杀手，白瑞和凯瑟琳赶紧开始逼逼赖赖。艾米奈特妥协了，但他一刀切断了马仔的触手，这玩意儿实属下饭。拿回自己需要的东西，艾米奈特就准备开溜，全然把迪沃的事情抛在了脑后。和罪犯打交道就得做足了心理准备，为了避免自己将来被迪沃变成傻子，艾米奈特临走前为他们打造了铁片手榴弹，一发就能摧毁卫星。祝福了凯瑟琳之后，深藏功与名，现在有了对抗卫星的武器，只需要提前找到卫星就 OK 了。这段时间威尔斯也没闲着，和智囊团一起冥想了许久。为什么迪沃迟迟不发射卫星？换位思考了下，只有一种可能最靠谱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不能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妻子叛变了。根据威尔斯的思路，众人立刻开始寻找玛丽兹的下落。夜深人静，艾瑞斯的苹果18像炸了锅，他的博客一夜爆红，现在全城几十万的粉丝都在帮忙寻找迪沃。同一时间的天眼会，迪沃伪装成了迪哥的模样，轻轻松松走了进去，解除了天眼会的抑制器，11种超能力瞬间恢复，保安人员全部暴毙。迪沃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深处，特种兵们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。
像一个指挥家安排着每个人的死亡方式，他距离伯曼只有1墙之隔。白天白瑞搜索了所有能够发射火箭的地点，依旧没有任何线索。威尔斯的记忆已经受到了牵连，昨天的事儿今天就能忘。网友们给艾瑞斯发来了新的线索，天眼会遭到了袭击。白瑞立刻意识到伯曼出事了，也不管他3七21，直接把迪哥本人拉了过来。一查才知道出了大事，迪哥昨天压根儿没出过门，现在迪沃已经彻底掌控了伯曼和天眼会。核弹般的辐射开始迅速增长，迪沃正在用伯曼释放的辐射当做自己卫星的电池。距离启蒙计划开启只剩12个小时，迪沃已经开启了天眼会的所有防护措施。白瑞也许可以进去，但里面所有人质会被7万伏的电压直接烤成酱香味儿。白瑞想到了一个计划，闪电时间几乎可以静止周围一切事物，在这段时间依靠自带的电流摧毁陷阱就可以救出所有人质，但他只靠一个人，来不及在救走人质后抓住迪沃。凯瑟琳和希斯科决定一起进入闪电时间，他们提前研究了闪电时间。白瑞每次跑步时周围会被神速力包裹，只要把神速力短暂的传输到他们2人身上，白瑞就可以做到不用本人接触就能让他们进入闪电时间。3人立刻开始临阵磨枪。起初的训练并不顺利，普通人想要在闪电时间里自由行走，就必须全神贯注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有一点失误就会全身麻痹。恰好在这会儿，塞西尔距离生娃也没多久了，他必须留在实验室让凯瑟琳照看。威尔斯和艾瑞斯也没闲着，2个人开始换位思考，冥想一下玛丽兹最有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。闪电时间的训练还在进行，慢慢的，希斯科和凯瑟琳掌握了自己的技巧。希斯科可以提前在人质脚下布上传送门，到凯瑟琳这里又出了岔子，一个重心不稳，凯瑟琳猛地被甩了出去，倒地的瞬间，大脑中闪过了童年的记忆，还剩不到10个小时，想要阻止敌我太难了。白瑞不想让朋友们冒任何风险，训练就频出岔子，实战中随时可能牺牲。他不想看到下一个拉尔夫。希斯科和白瑞大吵一架，一个不想朋友冒险，一个不想朋友孤身奋战。白瑞最终还是尊重希斯科的选择，已经没有太多时间训练了。3个人直接来到了天眼会。踏进天眼会后，他们只有1秒钟的时间解决所有事儿。此时的迪沃已经充电完毕，准备回去发射卫星。踏进口袋维度的瞬间，时间静止了。白瑞优先依靠电流摧毁了所有的陷阱，希斯科和凯瑟琳按照计划执行任务，完成自己的任务后，白瑞直接冲进了口袋维度。此时迪沃已经把5颗卫星送上了天，熟练运用每一个超能力。白瑞冲出口袋维度的第一时间，飞奔到了卫星面前。艾米奈特的手雷成功炸毁了1颗卫星，然而迪沃根本不慌。启蒙计划只要开始就不可能终止，如果世界由他统治，6个月内世界就会解除核武器，再也不会有贫困、饥荒、病患，每个人都是小傻瓜，由自己亲自传输知识，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情感的平衡世界。而就算白瑞摧毁了几万颗卫星也无济于事，迪沃早有 B 计划。另一边，凯瑟琳请求希斯科带自己回忆一下童年的记忆，在这段从来没有印象的记忆里，幼年的凯瑟琳就已经变成了冰霜杀手。威尔斯这边也推测出了玛丽兹的位置和迪沃当初相爱的地方，玛丽兹果然在此。看到威尔斯已经逐渐丧失了表达能力，玛丽兹意识到启蒙计划已经快要成功了，他必须阻止迪沃毁灭整个世界。此时迪沃已经启动了 B 计划，实验室的卫星就是他的备用选择。启蒙计划正式开启，暗物质直射天空，将抹除地球所有人的智力。迪沃利用卫星和迪肯的能力摧毁了地球上所有的通讯设备，城市大断电，陷入一片死寂。好在实验室有备用电源，可以暂时坚持一段时间。玛丽兹的加入为白瑞赢得了翻盘的机会。迪沃的一切玛丽兹全部都知晓，打败他只有一种办法，将白瑞的意识传输到迪沃的大脑中。神速力的快速自愈足以帮助白瑞扛住所有伤害，白瑞必须在迪沃的潜意识中找到他善良的一面。想要进行传输，就必须让塞西尔帮忙，他的心灵感应能力是唯一的办法。白瑞坐上了迪沃的轮椅，瞬间来到了迪沃的意识当中，来到了一切的起点巴士。想要找到迪沃善良的一面，白瑞得先去一趟迪沃的家里。房间空无一人，迪沃已经不把家庭当回事了，这会儿还赶上塞西尔要生孩子了，这对白瑞的传输增加了一份额外的风险。最紧张的时刻，威尔斯突然消失了，希斯科找到了房间里的威尔斯，威尔斯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。在最关键的时刻，威尔斯拿出了智力增强器，恳求的目光看着希斯科，希斯科为他戴上了头盔。威尔斯贡献了自己最后一丝智力，猜出了善良的迪沃到底在哪儿。在自己丧失智力之前，威尔斯抱住了希斯科，真诚地说了句谢谢，随后默默地坐在椅子上，变成了个傻子。白瑞顺着威尔斯的提示来到了牛津大学，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在这里依旧没有找到迪沃，但他找到了拉尔夫。白瑞控制不住，哭着抱住了拉尔夫。拉尔夫作为迪沃的身体，意识根本没有死亡，而是被迪沃关押在了某个地方。
在这段时间，拉尔夫受尽了折磨，他见到迪沃善良的一面。此时迪沃已经意识到了白瑞的存在，在他的大脑里，白瑞根本没有胜算，只可惜迪沃说错了话。 Run, Mr. Allen, run. 迪沃通过白瑞追踪到了其他人的位置，此时的他已经在路上了。来到实验室后，直接被玛丽兹摆了一道，屏障让他无法接近所有人。迪沃也说出了他为什么不偷走闪电侠的超能力，因为他等的就是这一刻。等他们把白瑞送进他的大脑，有了神速力，他便可以知晓所有事儿。玛丽兹将所有人传送到了口袋维度，为白瑞争取了一些时间。此时，拉尔夫带着白瑞来到了教室，善良的迪沃已经被杀害，最后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，迪沃没救了。希望马上破灭的时候，白瑞闪过了另一个疯狂的想法，这并不是迪沃最后的善良，拉尔夫才是最后的善良。只要把拉尔夫救出去，他就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。拉尔夫瞬间恢复了斗志，这些事儿迪沃早有预料。成千上万的迪沃挡在了两人面前，此时启蒙计划已经步入尾声，在迪沃的地盘硬刚根本行不通，他们的每个想法都在迪沃的掌控之中，只能使出拉尔夫 style。拉尔夫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助餐，毫无章法的攻击反而起了效果。此时迪沃已经杀到了口袋维度，所有人被瞬间弹飞，只有乔一个人守护着家人。迪沃想利用心灵感应让乔自杀，守护家人的意志力让乔硬生生地把枪扭向了迪沃的脸，下一秒就被迪沃钉在了地上。白瑞和拉尔夫还在即兴发挥，迪沃的分身越来越多。白瑞背起拉尔夫就冲向了巴士，外面的塞西尔马上就要被迪沃活活掐死。关键一刻，闪电划过了白瑞的眼眸，拉尔夫反抗着迪沃，强行夺回了自己身体。迪沃消失了，启蒙计划却还未停止。玛丽兹越过最后的防线，解除了卫星，城市恢复了光亮，但迪沃并没有死透，他将自己的意识传输到了轮椅上。玛丽兹毫不犹豫地摧毁了轮椅电源。迪沃虽然消失了，他却在临死前改变了卫星的轨道，并且增强了卫星的质量。几分钟内，卫星就会撞击地球，冲击力足以把人类送回原始时代。白瑞必须靠自己摧毁这颗卫星，卫星的碎片让城市陷入恐慌。拉尔夫和希斯科协助疏散群众，白瑞击出自己最强的一击，他娘的音速拳，音爆如同撕裂了天空。白瑞冲上去一拳击中了卫星，但这也并不是正确剧本。随着白瑞的全力冲刺，在他身边出现了另一道紫黄色的闪电，两个人合力击碎了卫星。白瑞的战衣被高温烧得残破不堪，闪电侠又拯救了世界，塞西尔的孩子也顺利生了下来。随着孩子的出生，他也失去了心灵感应。玛丽兹弥补了自己的过错，走之前留下了能够恢复威尔斯智力的秘密武器。威尔斯的大脑被重新激活，他恢复了自己的记忆和智力，但他忘记了所有关于科技的知识。现在的威尔斯只是一个比普通人聪明一点点的普通人，但他已经不在乎了。对他来说，记起朋友，记起家人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他准备回到地球2，把这份感情带给自己的女儿。威尔斯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。平行宇宙万千个威尔斯们，唯有他最特殊。小宝宝的轻声咽，沃利不远万里跑回到了剧组收尾，可那道紫黄色闪电依旧让白瑞摸不着头脑。女孩再次敲响大门，在座的每个人都见过她，可女孩带来的不是好消息。她叫诺拉，是白瑞和艾瑞斯的女儿，她扰乱了时间线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！我是瓜皮儿，我们闪电侠第5集见。